大家好，本节介绍基础功能线一，在制版过程中，主绘图区和作图功能区是一一对应的。主绘图区每一行都有对应的功能线。功能线可以分为两部分讲解。第一部分为常用功能线，常用的基本功能线，在画每个花型时都有可能使用。特殊功能线主要是针对于特殊处理。常用功能线：201节约，203取消编织，207镀木，208摇床，209速度，210卷布，215砂嘴一，216砂嘴二，220结束，222分别方针，225起底板。接下来具体讲解基础的常用功能线。201节约有两个功能：定义编织循环和定义 package 小图。这节主要了解编织循环。package 小图将在小图讲解中详细介绍。以这个袖子花型为例，袖子结束前废纱，两边都有空起的部分。一般成型后，画在花样图上的废纱是比较少的。显然，这几行废纱是不够的。想要两边空起的废纱进入罗拉，一般要几十行左右的废纱。第一种方法是插入几十行，画好废纱，并且填好砂嘴、镀木等功能线参数，这样就比较麻烦。第二种方法，使用编织循环功能。功能线201节约，在功能线上右击，有节约一和节约二选项。节约一为内循环，节约二为外循环。当外循环包含内循环时，每执行一次外循环，都将执行所有的内循环。这里只有内循环。对于这两行，也就是这一转，设置一个循环次数，就表示这两行循环20次。右边也同样循环20次，在标识循环时一定要注意，循环的起始行为奇数行，结束行为偶数行。这就是功能线201节约的用法。203取消编织。取消编织就是取消某些色码中的编织动作。通常取消编织的色码是条孔移针的色码。这些移针条孔色码本身就带有前编织或者后编织，编织完后才进行翻针、移针等动作。例如63号色、62号色、73号色等。在绘制花型过程中，有时候只需要这些色码的翻针、移针动作，并不需要它们的编织动作，这时就需要取消编织。这两行进行摇床移针，这两个色码就只需要它们的摇床移针动作，这时就需要功能线203取消编织。右击，选择1
设定取消编织，那么标识1的这2行就会取消编织，也就是这2行没有编织动作，只有摇床移针的动作。这就是203取消编织的运用。207杜牧、209速度、210卷布这几个功能线为一类功能线，都属于编织参数，并且设置的段数一般相同。例如，在调用成型设计输入工艺单成型后，成型的花样、杜牧、速度和卷布，它们设置的段数是相同的，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讲解。但是它们设置的段数有时候也会不同，例如，袖子平收的上面和平收的下面，杜牧段数是一样的，都为第8段，但是速度和卷布的段数就不一定是第8段。例如做收针时，若机器的速度开得太快，可能会出现漏针，这时就需要另外设置一个速度段数。207杜牧段数不改变，在209速度上，段数设置成另外一个段数。卷布也可以设置为另外一个段数。那么在机器上编织时，可以将这个修改段数的速度值设置小一些。这几个功能线一般相同，但是也可以不同。在功能线207上右击，杜牧1是编织时段数，杜牧2是翻针时段数，通常情况下只用得到这2个杜牧段数。第1列为编织杜牧，第2列为翻针杜牧。同样，速度也有编织速度和翻针速度，卷布也有编织时卷布和翻针时卷布。208摇床，可设定摇床的方向、针数和方式。208摇床，右击，第1列设置摇床方向，默认0号色及右边，选择左边及1号色。第2列设置针数，单击，出现数字输入键盘，输入摇床针数，确定填在对应的行上。第3列摇床的针位及前床针和后床针的相对位置。通常情况下，编织时的针位默认为0号色，即针对齿，前床针和后床针错开半针左右。1号色表示心位，心位也就是针对针，即前床针和后床针是相对的，那么前床针和后床针就不能同时出针，如3号色，否则前后床会撞针。通常情况下，翻针和坑条等组织的摇床为心位，因为编织坑条时，出针的前床针和后床针不是一组针，而是相邻的针。若为针对齿，相邻的前床针和后床针的间距要大一些，因此用心位，这样编织出来的坑条更有弹性。在编译参数中有一个自动心位编织的选项。勾选这个参数后，即使摇床208上为针对齿及0号色，在没有前后床同时出针的情况，
及四平编织，其他的情况都为心位。一行中有四平针，中位会自动变为针对齿，这就是自动心位编织。另外，若一行上有四平针即3号色，若功能线上标识为心位，编译后却没有报警，这是因为若一行中有四平针，即使功能线标识心位，编译时系统会自动变为针对齿，也就是功能线208上这个1号色没有起作用，不会出现撞针。这就是功能线208摇床。那么这节主要介绍了节约、取消编织、镀木、速度、卷布和摇床的功能线。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